有请主持人赵川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，来认识一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，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，欢迎左老师；心理专家于继静老师，欢迎于老师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，欢迎严老师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涂磊老师，欢迎涂老师。来吧，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是个小女生，应该多让着点儿。可没想到相处下来，你越来越任性，我真的接受不了。我们的年龄相差这么大，我跟你在一起，就是想着你能听我的，宠着我。可现在你也变了。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确实感觉自己也年轻了，可我只想谈一个正常的恋爱，不想成为你的道具。爱我就应该包容我的一切，你自己做不到，就要和我提分手，这就是你作为男人的担当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石先生36岁，来自河北事业单位；耿耿22岁，来自河北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你好。这小片看完是你想分手是吧？对。你不愿意分，对不对？话不是这么说的。哦，那怎么说呀？就是这个分手是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但是吧，就是不能从他的嘴里面说出来而已。哦，就您说就行，他说就不行，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啊，这咋认识的呀？我们俩开始在健身房认识的啊。他那阵儿正好和上一任男友失恋了啊，就跟我认识了。完了，他那阵儿正好毕业需要找实习单位。我这边有一个朋友正好开广告公司，我就给他介绍进去了啊。完了，一来二去就认识熟悉了。您在健身房干嘛呢？健身是吧？对。啊，两个都喜欢健身。对。然后他给您介绍的工作，一来二去就熟了。对。然后呢？那个时候我刚分手嘛，不是？啊。我前男友就是那种，怎么说，就是肯定比他要高，比他要帅，还要年轻的，对吧？但是吧，就是因为自己在那边受了情伤。就是那个人，就是完全就是一点话不听我的，就是完全就是我追赶着人家哦，然后到这儿来，他就是会听我很多事情哦，然后感觉到很舒服，就说那就试试吧啊，然后就在一块儿了。这个听话是吧？对。怎么听话呀？他都要求您完成一些什么任务啊？他这从小喜欢看那个偶像剧。所以说，他就一直生活到他自己的世界里边啊。完了，他就对我提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。比如说什么要求奇怪呢？比如说，我的手机铃声本来是很一个正常的声音，完了调制成他自己给我特别知道的那个魔性的声音了。魔性？什么样叫魔性呢？这个其实就是那种笑声。啊，就是我专门自己给他专门录的，看见吗？就是这个，你不感觉这个就是特别的新奇、独一无二吗？再放一遍。你的小公主来电话了，这个是我自己单独为他录的，世界上就这一个，然后是，我感觉绝版。对他应该会感到很开心、很幸福，然后他在这儿跟我说了一堆他的苦恼，就是我理解不了。不是，你们办公室那些老同志的心脏都好吗？相当不好。这就是我想说的。他们听到这段魔性的声音之后有什么反应呢？对我指指点点，背后议论纷纷。这就是确实独一无二，但是在一个社交环境里面，这个显得突兀了一些，你能理解吗？这是他的苦恼啊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说，把我这个手机微信头像设置成他的大头贴。不是，我长这么好看，当微信头像不能吗？可以。而且我同学他们都可以，为什么他这就是不行？他这设置完以后，我那手机里边同学同事好几个打电话过来了，说这微信还是不是你啊？弄得我生活上有点紧张了啊。他们岁数稍微大一点人转不过来这个弯儿，你知道吧？懂吗？不懂。我就想跟他商量商量，我说能不能适当的换成别的样式的？他完了说，最后也同意了，也就是说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啊，那还行，你看人家也通情达理啊。还有啥呀？还有就是说这个平常我们俩去逛街的时候，时不时的要求我给他来个公主抱。
那个不是因为我穿高跟鞋脚累了吗？而且大街上我见人家男的都可以抱，为什么你这儿就是不行呢？大街上大庭广众的地方抱，你感觉雅观吗？人家都抱，人家觉得不雅观，难道？我这身段抱不动啊。那你健身房不就白去了吗？你费那钱干嘛呀？我去那健身房也不是为了专门练你这公主抱去的呀。那你费这钱干嘛去啊？还不如留着呢。看个主持人就这么不讲理，我也没办法。还有别的呢，啊，就说那个平常我们俩上街散步的时候，就说有的时候碰上雨天，他这不是因为从小喜欢看这个偶像剧嘛，所以说就比较喜欢有情调，说下雨天别打伞。这总不打伞，我感觉时间长的话，身体不受影响嘛。下那雨不大，就是一点毛毛细雨儿。然后我一个小姑娘没说生病不生病，然后你个大男的在这跟我说什么生病啊？你这不是就追求那个浪漫吗？但是说你再浪漫，你不都得面对生活中的现实吗？但是我现实生活中我特别苦，浪漫一回感到甜，怎么了？以前我说过了。挺有意思的啊。这年轻女孩有意思吧？有意思啊，见识了另外一个世界哈，受得了吗？开始还受得了，逐渐的有点那啥。所以去健身房好好健身，别瞎聊天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没好好健身，你要不聊天没这事儿了吗？你把他放过得了，老年人都说了，抱也抱不动，鱼也拎不动，你就给他放了不就得了吗？你跟他说分手，你不要他了。但他听我话呀。啊，行。除了这个身体上咱吃不消，还有什么吃不消的呀？还有就是说这个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我这比他大10来岁啊，所以说跟他同学面前总吹说我是有这个自己的创业公司哦。完了那个有一天他那个要求我去他宿舍楼下面接他，还要求我穿身西服跟同事借辆车啊。那段时间我那几天都比较忙，哪有时间管这些细节呀？情急之下我就扫了辆共享单车过去了。完了到他那楼下，他可好，跟我又吵又闹，想让他吃饭呢，他死活不干，还一下子把我推到车下面去了。我为啥推你？你自己没点数吗？主持人，他那天骑着车子，先不说脏不脏的事儿，自己刚下班灰头土脸，压根儿没有打理好自己就来了。然后我跟我同学说，我男朋友有车有房，然后你这样过来，我同学全在楼上看着呢，然后你这不啪啪给我打脸吗？他有车吗？没有啊。那他有房吗？有啊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但是他那天说好了，没车，你为什么说有车呢？我最起码我得告诉我同学，我找一个比我大的，最起码有能力，对吧？我总不能找一个比我大的还没有能力的人，我同学该怎么看待我呀？怎么看待你啊？肯定觉得你没什么能耐，但是我有，我学校是有人追的。你不就找了这么你一个你看不上的吗？面对现实呀，姑娘。我是看不上他，但是吧，他听我话就行。行，自行车给推倒了是吧？我推他，然后我就轻轻一推他，他就倒了，没站稳。对，他就觉得我用劲儿大，然后全怪在我身上。对对对，这事儿后来怎么着了？后来他道歉呗。你道歉？那没办法呀。你道什么歉啊？我错了呗，让他生气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干嘛呀你？那既然跟这小女生处对象，那就多让着点呗。行，后来呢？后来的这个还有一回，那个还是他请朋友吃饭，提前完了培训我，让我背那个喝红酒和背如何打那个高尔夫球，这些我也完成了。完了最后从 KTV 唱歌出来以后，一下子就花了好几千，我到现在还一直别扭呢。你一直记得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？一次花了连你1/3都没有，你每个月给你前妻打一点钱，我说什么了吗？那我跟我前妻这不是说离婚以后从道义上讲还是朋友嘛，所以说我适当帮帮，我这边也放心呐。但你1年多了，你每年都在打，你俩压根都已经离了婚了，法律上也没有关系了，房产什么都已经分清楚了，你干嘛还要给他打钱？他一辈子要没有本事的话，你养他一辈子呀？那谁也不能说谁就一辈子都不好啊，有好的时候啊。那我要给我前男友打钱，你同意吗？我更不乐意。那你能给你前妻，我就不能给我前男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你挣钱吗？我最起码我有点生活费的呀。不是谁给你的钱？父母啊。对呀。再加上我也你拿你父母的钱给一陌生男人，你觉得可以吗？那他也是陌生人了。那是他的生活，你现在是他什么人啊？女朋友。
不就个女朋友吗？法律上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有。就干预人家的生活，真听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差不多就得了。这个请他同学吃饭需要花那么多钱啊？那没办法呀。为什么要背高尔夫呢？你带他们去打高尔夫了？没有。那背个高尔夫球杆有什么用啊？这不他要求的吗？啥事都得听他的呀。他背的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，就入门的知识，然后最起码你要告诉他们你会就行了。你也是糊涂啊！还有啥事儿你受不了？还有在生活中他还比较粘人。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，他这总要求手机视频啊，一般这个手机视频的时候都1至2个小时。其实这我感觉也很正常，但是说他这个方法我感觉挺奇特的。他那边手机完了正着扣着，我这边手机正常开着。他想看我的时候，随时都可以看我。完了我想看他呢，还得提前跟他说。我在女生宿舍呢，我总不能一直摄像头对着我，我室友怎么办？人家有点隐私，我得挡着呀。最起码你想看我，你告诉我一声不就行了吗？又没说不让你看。这个说的有点道理哈。还有更过分的呢。啊。这回他那个放假回家以后，感觉着跟我手机视频不方便了，就要求那个在我家里边安个摄像头，说看着我有安全感。我感觉他可能一时兴起吧，我就安吧。这回安完以后，他就正好放假结束了，就回学校了。完了还跟我说女生宿舍不方便啊。女生宿舍本来就不方便，开视频就那么多事儿，我安个摄像头，我室友不得以为我神经病啊？那你这感觉说你看我的时候跟我说，但是说你这摄像头不开，我也感觉24小时监控我，你感觉我舒服吗？但是我并没有24小时看你，你以为我想看你啊？还不是因为你没有给我安全感。你给你前妻打钱是回事儿，再加上后来你天天忙工作，你压根儿不理我，我就想看看你在干嘛。那你感觉这么不像个病态的监控吗？我没觉得。正常情侣之间不都有个个人隐私？而且我看电影里边有个女的给她男友也安了一个，人家挺开心的，还挺有趣的。为什么就你这儿就不行呢？正常情侣之间应该有个人隐私啊！我这基本上都我给你隐私了，我并没有24小时都在看你。而且我看你说我告诉你，你没看到，这个不怪我了。你看到些什么呀，姑娘？就是他在桌子上加班什么的，然后也没什么。对呀，那你怎么会说他没给你安全感？你指的没有安全感指的是什么呀？首先他跟他前妻是个事儿，这事儿我们知道了。然后再加上他每天晚上加班加班每天晚上聊天是同一个女同事，我就跟他说你别跟人家聊天了，他说不行，我说那行吧，你加班那也行，你跟个男同事，还回答我不行，我能不生气吗？就是你在监控里发现了他跟一个女同事聊天是吧？并不是从监控里边，就是平常有时候他陪我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哦，主持人不是他说那回事啊。开始我就跟他说我这个工作的性质要求有的时候不定时会加班，他也同意。这回那个跟女同事说工作的事儿完了，他不愿意了。有一天完了，他来单位接我，看见我跟女同事正这个说工作事儿呢，就劈头盖脸对那女同事冷嘲热讽，完了逼着她当面承认跟我没关系。我压根儿没觉得你俩会有暧昧关系，毕竟你长这样，人家看不上你好吗？完了，在我单位还大吵大闹。后来我们单位领导出来打圆场，本身也是好意。完了，他这就又数落起领导，说领导效率低，经常加班，没啥意义。你们领导要真有能力的话，干嘛每天让你们这堆人全在加班？而且你干的就全是无用功。你要真有功的话，你工资早唰唰往上涨了，也没涨啊。我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不就这样吗？你也接受了，怎么处了1年左右你就变成这样了？咱俩谁变谁心里有点数，行吗？行，我们变了，我们分手行吗？行不行啊？行是行。行了，哎，他说行了啊。但是吧，但是什么？不能从他嘴里边说出来。为什么呀？他长这样，30多岁离过婚，我还年轻，他有什么资格来说？压根就没有资格。说分也行，这得我提，他提就是不行。我就一个建议，你要这么下去的话，姑娘麻烦了，咱稍微注意一下啊，表达方式行吗？行。你是不想跟他分手，觉得还挺好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啊。那你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这个分手就得我提，他提就是不行。啊，对，他那你今天是来提分手的，还是不说要分手啊？这个看他的意思了。看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看他接下来会不会接着听话。他要听话，你就
继续呗。不听话呢？那就他走呗，我也走呗。其实你好像有点舍不得他，是吧？还好吧。嘿嘿，不想放过他吧？就那样。啊，听明白了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耿，跟我们这儿拍偶像剧呢吧？没有。老师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参演了一部恐怖片儿？哎，这边特别想拍一部霸道总裁遇上我，我要收获我的同学们一众的羡慕嫉妒恨。你所有的社交空间，从微信头像到电话彩铃，都得是我，是我，还是我。对。但你考虑过吗？他今年多大岁数了？36。26的都干不出来你说的那些事儿，像你刚才说那些得找个16的。我就纳了闷了，他作啊！我说他小，他不懂事儿，您也不懂事儿啊。36岁，电话铃一响，哈哈哈哈，你的小公主给你打电话。哎，你觉得半夜听了以后不毛骨悚然吗？吓人吗？所以说现在我这手机调成静音了。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允许的，你允许他把手机铃声设成他的声音，你允许他把你的微信头像换掉，你允许在雨里不打雨伞，允许他在你的房间装了摄像头。如果哪一条是你不允许的，是他自己能独立完成的吗？你俩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。这位虚荣娇宠，男朋友没有这样的条件，咱就不说行不行？我跟你说，我就不喜欢你前面你作他，反正你们情侣之间的事情我也说不出来什么，但是最后你跑到人家单位指着人家女同事说，来你承认你跟他没关系。他的领导起码40左右岁的年纪了吧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叔叔的年纪，你跟人家说你就是没能力，所以你们单位的人都加班。跟长辈怎么说话，我希望你知道，你今天就是来学习成长的，希望你能够真正的用你的青春去谈属于你的爱情，真诚的对待这个世界和生活。男生漂亮啊，觉得年轻嘛，可爱。当你享受过这一切以后，麻烦是不是就来了？你现在想解决这个麻烦了，对吗？哎，解决不掉。36了，成熟一点吧，本本分分的找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女人，好好的结婚过日子，就这样。谢谢。我问一下这位先生啊，年轻、单纯，我相信肯定在你离婚之后没有想着说啊，我一定要找一个这样标准的女朋友，对吧？对。哎，正好是一个机缘巧合碰到。那我反过来问一下，你理想当中的男朋友标准是什么？我相信应该不是这样的。肯定不是这样，对吧？最起码要1.75米以上的，年龄稍微比我大一点就好。我想说的是什么呢？包括你跟他认识也是因为你在上一次情场失意，所以那个时候呢在疗伤期，在那段时间里面他给了你点温暖，于是你觉得好像找到了一份爱情。但是你发现他即使有些时候听你的话，但是他的很多标准并不符合你真正的要求，于是你又享受着大叔级给你的温暖，但同时内心还存着一种对理想男友的不满，于是呢就出现了各种奇葩的要求。那我个人观点是这样的哈，恋爱嘛，你年轻任点性可以理解，但是虚荣不可以接受的。虚荣啊会让你活得很累。我相信可能你跟他在一起有那么一点点的小虚荣，最后让你误入了这一次情场，有没有？有。所以说今天这种情况他难受你也难受，你心里要知道你的标准是什么样的男友，那么你就找那样的男友就好了。如果他不合适，是他说分手还是你说分手，其实大家没人去在意这件事情。合适处下去，不合适就分手。任性的这样纠缠下去，其实啊，你觉得伤害谁最多呀？还是你最多？你大好的青春耽误不起。所以呢，任性完以后稍微冷静下来，寻找自己的真正的幸福。男方也一样，
差不多就行了，你得有底线，没有底线你是出不来的，你也害人家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就这样。女生，你的爸爸有像刚才于老师那样跟你谈过话吗？有，语重心长，非常耐心。对，你爸真有涵养。如果我是你的父母，确实我比你大很多啊。我是你的长辈的话，我今天真气不打一处来。我这女儿大好的青春，满场胡言乱语什么呢？你告诉我，你的自信，你的开心，就要建立在别人羡慕说，哎呀，你看他这男朋友虽然大那么多，可宠他了，他想怎么作怎么作，这样你就开心了吗？这样你就能弥补之前一段感情给你带来的所谓的伤害吗？这样你就能自信起来吗？我说的重是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年轻，需要去进步，需要去找真的快乐。你现在这样去做，只能让自己更自卑，更痛苦。一个真正自信的人，不需要用外在条件来包装自己。当你不尊重地说你男朋友的时候，当你轻贱他的时候，都是在贬低自己。不要这样伤害自己。我觉得你还知道流眼泪还好，而且我相信每个人内心都有多面的，让我们内心那个美丽的我呈现出来。能听明白吗？你别这么看着我，你更让人生气。你看你站在那儿歪歪扭扭，你去健身房，你像个健身的吗？你的问题大过他的多，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啊？不就是人家年轻吗？不是人家轻贱你，你就轻贱自己。让你做牛你就做牛，让你做马你就做马。你作为男人的底线在哪里啊？如果说他对自己不负责任，你对他对自己都不负责任，你毕竟比人家大，你不知道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做女朋友做妻子吗？是他吗？所以想要拥有幸福的生活，快乐的生活，要选对的人，要做对的事儿。你事儿做错了，能有对的生活吗？所以你也跟人家道声歉，咱也不适合，咱都得醒醒，是吧？祝福你更好，这还算个爷们儿。我也不说什么了，希望你如果还想走上生活的正轨，还能有婚姻家庭生活，擦亮心灵，做男人，好吗？谢谢。你看人就是这样，当你嚣张跋扈的时候，大家都很讨厌你，但是你一哭，我们立马同情心又起来了，因为你毕竟年纪只有。
其实，在咱俩认识过程中，开始我感觉你挺招人喜欢的，但是随着交往的越来越多，我感觉性格啥的不是太合拍。如果说你感觉不合适的话，我希望你找一个比我好的，我真诚的祝福你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我们来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一个闹剧的开场，轻喜剧的过程，最后一个正剧的收尾。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嘛，大家在生活当中学习吧，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看。我们在一起1年多，为什么你还是这么自我？什么事儿都只想着自己，在你的眼里，一切都不如你自己的事儿重要。你总说我自私，我觉得真的是你小题大做，总是一点小事儿就要吵个天翻地覆。你眼中的小事儿对我来说很重要，那是你心里有我，在乎我的证明。如果小事儿都做不好，又何谈以后？难道这段感情中只有你在付出吗？为什么我能包容你，你却总在责怪我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李24岁，来自河北互联网运营；女嘉宾小新24岁，来自河北程序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大学同学是吧？对。现在2年了是吧？对。现在怎么个情况来这儿？就他为人比较自私，然后就一点都不考虑我，但因为他是我初恋，我就很纠结，不知道怎么办。那就说说吧。有一次他同事想找他开车，他不想借给人家，他就说我给开走了。后来那同事就打电话到我这儿，说急事儿看那车能不能开。我不知道这事儿就露馅了，他就把责任就推我身上，他说是我不同意，就他也没办法。这个事儿你应该帮我圆一下啊，因为我跟那个朋友认识嘛，然后他不是特别熟悉，然后你得罪一下他，我感觉也没有什么问题吧。这是女生觉得就从这一点，我就看不惯他拿我当枪使处理方式不一样哈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就是他同事结婚，他人不去，他连份子都没有随，我就觉得一个公司的你至少面上得过得去吧。我跟那个同事就是我俩上不来，然后我不想给他随份子，然后我也不打算就是比如说我结婚什么的，然后让他给我随份子，就是我不想就是跟他有过多的交集或者交往。这不是人家有想法吗？他对你好吧？其实那个不重要，他怎么对其他的同事什么？他对你怎么样？他吃饭根本就不考虑我，净点自个儿爱吃的。对啊，我问你吃什么，然后你说那你顺口就能帮我点一下的。你说随便，那我就点呗。然后你想吃什么，那你就自己点呗。然后我点2个，你点2个，那咱就凑一桌菜就吃就得了。那你就不能顺便问问我？那我问你，还有看电影，他喜欢看战争类，我喜欢看科幻类，他就觉得那就分开看。就是他看他的，你看你的。对，他看他的，我看我的。不是，咱俩干什么去了？看电影啊。那我想和你一起看呀，你就不能迁就我一下吗？那你就跟我一起看呗。那为什么不是你跟我一起看啊？就得让我去迁就你啊？不是，你要是想看电影，那咱就看电影；你要想跟我在一起待着，那咱可以干点别的事儿啊。还有一次啊，他什么理论挺逗的。他那个下雨打伞他都不帮我打，人家别的男生那伞都在女生那儿，他就在他那儿，我这边都淋湿了。不是，我也没有在我这儿，就我俩中间走，然后我就把伞放在中间，然后他可能那一半淋湿了，但是我也淋湿了呀。他说啥？他说我穿的皮鞋，你穿的凉鞋，你趟水没事儿。你穿的什么？凉鞋。然后说凉鞋是吧？对，说你趟水没事儿，那个我那鞋一趟就坏了。然后他就打着伞跑了，就把我扔雨里边了。后来我上前问他，我说为什么把我扔雨里边？他说夫妻本是同林鸟，但那临头各自飞。因为那个事儿吧，就是他说的就是这像一句玩笑话，我觉得。那当时我多心寒。皮鞋和凉鞋那个事儿嘛，就是因为我穿皮鞋，然后他穿凉鞋。如果他穿的那个鞋也是不容易着水的，就我也会让他这样嘛。这就是为了一个咱们的东西就是好嘛。可是你都没有考虑过我趟水，我又淋雨，我又趟水，我不会生病。
然后咱们俩一起就是有说有笑的，我就看快到了，然后我就跟你开个玩笑，我就跑上去了吧，我也不知道你生气了呀。然后你就明显那句话就是玩笑的嘛，跟你开一个玩笑嘛。还有平时出去玩，然后去便利店买水，根本就想不到说旁边还有一个人说我也帮他买一瓶。你说你渴了，那你就告诉我吧，那我就给你买一瓶。那你顺口问我一句怎么？明明去一趟就事儿。那行，下回我问你一下行吗？然后有一次去杭州。然后我俩出去玩，去杭州，就临时我奶奶又生病了，然后我说我就不想去了嘛，他就非要去，然后他就跟我闹气儿，他一晚上跟我闹了3、4气儿。因为当时就是这个事儿吧，就是属于一个毕业旅行吧，相当于，然后基本上什么都准备好了，但是他奶奶临时有事儿嘛，然后我就当时肯定是有点不开心，然后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其实挺想去的，然后这么个意思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能不能去？是，那是因为你生气了，你老逼我，我不想让你开心。然后最后他答应我了，然后结果你玩那是因为你逼我的呀。然后你玩的也挺开心的。你跟我闹气儿闹多大？这2个年轻人恋爱谈的哈。还有别的吗？让他觉得他很自私。我第一次带他回家啊，我爸临时有事没来，我知道他想见我爸，我就跟我妈沟通嘛，我妈就跟我说，你爸临时有事真是赶不过来，然后我就把这个事跟他说了，他2分钟之后，他妈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就走了。不是这个事儿，首先就是啊，他之前也去我家了，我妈招待他招待的挺好的，然后就是我家是什么情况，然后都跟他说的特别清楚。那我妈招待你招待的不好呗？我俩打算端午节，然后去他家嘛，然后就提前2个星期，然后就跟他定好了，就说去他家。结果到了之后就是我是提前跟你说好了的吧？也没有去到他家，然后也没有见到他爸。当时我就是有点不开心嘛，而且他就是家里边人还总是在一起说一些悄悄话，就是根本就不是人。我提前跟他说了，我说不能回，我说只能住小姨家，他同意了。然后他去了之后，他去了之后，你没有说不去你家呀？他去了之后，去你家呀？他去了之后，我妈说，因为觉得我爸没来，我妈就把我姥姥姥爷都弄过来了，就为了跟他吃顿饭。我妈那天本来就应该上班，我妈还为了见我俩专门请的假，第2天还陪了我们1天。我知道她想见我爸，我就去跟我妈沟通呗。我知道她抹不开脸，我就去跟我妈沟通。然后我妈就说：“你自己给你爸打电话吧。”我给我爸打了电话，我爸说没时间，真来不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了，他妈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二奶奶住院了，他就走了。走了之后，他还回去跟我吵架。他说：“我觉得你家里人都不尊重我。”主要是这个事儿，我就是不开心嘛。然后这时候我妈就给我来电话，她说我二奶奶就是生病了。然后因为我二奶奶就是从我那你去了顶什么用？你家里人都在，你去了管什么用啊？从我5年级开始，我就一直跟着吃饭，然后一直吃到大学嘛。然后我就走了嘛，他就不相信。他主要是那个点儿卡的特别好，我刚跟他说完，我爸来不了，他妈，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他和他妈串通起来骗我。不，这不是重点，这重点是你们都太在意自己的感受，没有考虑别人的任何感受嘛。我听了嘛，你去他们家等于没让你住他们家，让你住他小姨家，对吗？对啊，就是也没有去到他家，也没有见到他爸。不是跟他母亲吃饭了吗？跟他姥姥姥爷吃饭了吗？啊，对，不就可以了吗？他回去之后跟我吵架，晾了我1周。所以我就说年轻人不要那么自私，这事儿里面全都是透露着自私的因素，就是除了我还真是没别人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我感觉我俩存在问题就是信任问题。当时我跟他在一起嘛，就是朋友嘛，一开始聊天，然后他说他家里边条件挺好的，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去他家这个事儿，然后我就是反应特别大，因为后来从他家回来之后，然后他就告诉我，他之前说的什么条件啊那个事儿都是假的。去他家我就是想看看就是家里到底什么情况，然后他给我的感觉，他就是试探我了是吧？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总是藏着掖着那么个感觉。啥意思？家里怎么了？他说的是什么？然后你看的是什么？就是他当时在一起的时候说的，然后他家里边就是有别墅，然后有保姆，但是那我爸公司破产了。但是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就想你家里边什么情况，那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嘛，就是我也不是嫌弃你什么的，但是你总是藏着掖着的，我就感觉有点害怕。然后我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什么想法呀？有点不敢相信他。我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什么想法？你什么想法？我不想结婚，我不想和你在一起。啊，
为啥？但是就算是朋友，你也不应该。我不敢相信婚姻。为什么？就是惧怕。为什么呀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是看到了什么，还是听到了什么，还是经历了什么？总是有原因的。我经历的，我家庭。啊。就是也是特殊情况吧，反正就是现在我就是也有点不是特别敢信任他。就还有一次就是他在就是朋友圈里边出售一个2手的那个吹风机，那个吹风机还挺贵的，2000多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你这个哪来的这个吹风机啊？然后他说是就是公司抽奖抽的。然后过了几天，我就发现有她闺蜜给她来消息，然后说我那个吹风机卖的怎么样了？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惊讶，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然后她说那吹风机不是她的，是她闺蜜公司抽奖抽的，然后送给她的，她打算卖了，然后钱就是他俩分一下。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儿，特别离谱。她说谎嘛，我就是更不敢信她了。其次，我感觉别人送的东西，要是卖了，然后再平分一下，是不是有点？基本上没有见过这种事儿。听明白了。就他这么一解释，我明白了啊。而且有一次他跟异性在一起，我也是比较抵触这个事儿。你别跟我提异性了，你和你那个异性呢？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个异性来找他玩，就是5·1的时候，我同意他跟他的那个异性去玩嘛，就是好朋友发小。然后但是最后因为学校有闭宿，到11点之后没有回去宿舍，但是总是得找地方住嘛。他就跟那个男生住了一间房子，我感觉他这个事儿。那这件事之后我改了吗？但是这个事儿，我只是对信任的人没有男女之分。我这个事儿之后改了吗？但这个事儿也挺大的吧？我改了吗？不是你说这事儿什么意思啊？我想说他这个事儿对这个事儿就是处理方式有一些问题。那我最后改了呀。那你呢？我每次说我介意你和那个女生的关系，你。已经不需要你了，我可以自个儿来。我现在都不跟他联系了，然后他就是还是因为我跟你在一起，我保持异性距离，是因为我刚跟你在一起1个月，我知道我这事儿办错了，办得不好，然后我跟所有异性都保持关系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介意你和这个异性的关系，但是你没有改，你总说你改，你每次让我看见的都是你没改。不是，现在都不联系了，还那是因为毕业了。对啊，说明他还没有很重要呀。那如果现在还在学校，你是不是还要跟他联系？那我没有啊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现在说的话？你不是对我没有信任吗？我对你也没有信任。行，听了很多情绪的话啊，女生好像今天给我能感受到的就是，男生你不重视我，你不在意我，你的心里只有你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。男生的解读也非常简单，我听到了，你没有给我足够的信任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相信你。对这件事情能不能再往前走，我是迷茫的。对。所以现在就难了。我们有感情在这儿，但是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越不过去的障碍，所以该怎么办？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吃亏绝不亏，惜福才有福。我觉得挺受不了你们年轻人觉得生活应该各扫门前雪的这样的状态。无论是在工作当中，还是在生活当中，男生，你只在乎你自己的感受。情侣之间，吃饭、看电影、喝水、打伞、
这些小事都能成为女朋友抱怨你的原因，是我闻所未闻的。因为在谈恋爱当中，男生更多的在生活细节上对女生有一些照顾，是应该的；女生对男生有更多的体贴，是应该的。可是我没听说过哪个男生说，来，你就在水坑里走啊，你那鞋是凉鞋，我这个怕淋啊。我希望你调整你自己的思想状态。而作为女生来说，同样她是自私的，对吗？你也是。你包装了自己的家世吗？包装了。别墅是现在家里在住的房子吗？没有。其实我们住在哪儿都一样。我们住在平房里，只要我们的气节是高尚的，我们的修养是有内涵的，我们一样可以做自己的贵族精神。所以不要在乎那些外在的包装，不要跟你的男朋友隐藏自己的家世，因为他将来会是那个家庭当中的一员。所以第一，坦诚；第二，我非常不喜欢你们之间对待长辈生病这件事情的处理态度。两个人同时跟我说了一句话：奶奶有病了，你回去又帮不上忙。是，老人生病我们是帮不上忙，因为我们不是大夫。但是你见过哪家的老人生病了，周围没有子孙的陪伴？我没办法帮他输液，我没办法帮他看病，但是我是他精神的支柱，所以我们要在。所以再也不要让我听到类似的话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给到你们两个的建议：男生感知周围人的情绪是你需要去学习的，女生坦诚的做自己。好。至于你们两个人能不能走下去，我觉得还可以再看看，只要彼此都可以改，好吗？好，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在节目之前呢，这里也有一个你们大概故事概要的这个小台本。然后我看了台本以后呢，哎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男的这么自私，真的无可救药了。但是在台上两个人交流当中，我发现我们这个男生他的确有自私的影子，但是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。这说明什么呢？人在有情绪的状态下呀，他就容易把这个事情给放大化、扩大化了。刚才你也说了，在你理解里面，对于婚姻有一些恐惧，所以你用了一些掩饰和夸大，但是也不小心给自己设了一个坑，导致你们之间产生很多的误会，对吧？对。而且呢，这个男朋友呢，有些不解风情，还特别较真儿，你们之间没有一个真正的恋爱的感觉。表面上看你们在谈恋爱，但是你们心里之间那种契合感非常的低。然后你说了一句话，一开场就说我舍不得，只是因为我的初恋。如果这句话是真实的话，那么你只是舍不得初恋了这样一个特点。我舍不得的是他。对，那你要分清楚，我是舍不得初恋，还是你说的我舍不得他。所以带着情绪去做一个判断，或者带着情绪去说事儿，对我们之间的感觉没有任何的好处。刚才至少我觉得，在你对他提出质疑的层面上，男朋友提出了几个理由，至少我觉得我能够接受，对吧？我也问你吃什么了，只是你觉得我问的少，应该问个3遍5遍，你才觉得我关心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觉得你在夸大事实。那么现在两个人都静下心来，想一想，到底是对方那个人舍不得，还是只是觉得我们在情绪状态下夸大了这种现状？冷静之后三思再做决定。刚才女生在场上
是自私，你是自卑。其实自私和自卑有的时候是一对好朋友。你会发现在最开始，相对自私的人和相对自卑的人容易相爱，因为在恋爱的初期，大家都会掩盖自己。自私的人会显得很专一，自卑的人会显得相对包容，因为他内心没有勇气，很多事情会采取妥协的状态。但是当两个人相处已久之后，彼此真实的性格暴露出来。自私的人相对冷漠，只关心自己，而自卑的人相对敏感，所以他对于很多自私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冷漠，他会显得极其的狂躁。就像今天在舞台上所表现，按道理来说，一个自卑的人不会像你那么一样高声的嚷叫，但其实一直以来你都处于强势的位置，非常愤怒，而男生却相对于平静。说实在的，我一点都不看好你们，因为我觉得一个自私的人无法给一个自卑的人带来某些安全感，并且引导他走向强大，而你也同样无法去引导那些自私的人。你们彼此之间给不了对方性格当中缺陷的弥补，所以其实我建议的是，你们各自的认知自己，把自己性格当中缺陷的那一面认知到，然后丰满起来。你们俩之间不适合谈恋爱，这是我的意见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有的时候承认现实挺重要的，对年轻人来说。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就是想让你以后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需要改的地方，然后我自私呢，我也在慢慢改，我也会改正。我喜欢你，特别特别喜欢，我不想和你分开。可是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，可以有事儿考虑到我，让我看到你的在乎我。我只有这么一个要求。请亮灯吧。唉，人生最小的要求，实际是最难实现的。我要求你在乎我，如果我想在乎你，早在乎了。好了，谢谢两位的分享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下面当然是要看这对情侣自己选择的时候了。来，请开门。好好磨合吧。来，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老师们说的自私，然后我也会改正，然后你说的关心呢，我也会考虑你的感受。就知道了。谢谢你们，请回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。有网友提问说，结婚快10年了，有3个孩子，但是他的脾气越变越坏，只要一句话不对就对我开口大骂。去年在他要求下，我们离婚了，但是为了孩子呢，离婚没有离家。后来买了房子，最近呢，他却老赶我走，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。其实要说做错啊，错就错在你放弃了自尊。婚姻中无论双方在经济条件还是外在条件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，彼此都应该是相互尊重的。什么时候你把天平摆平了，你也就不难受了。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